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、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、深睡来助力的喜临门赞助播出。专注流感18年，累计守护亿万家庭。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。本节目由超丝滑的德芙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高能守护孝字有光的高露洁赞助播出。上次我就输了，这说相声别我又给人整输了。哎呦，毛老师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终于见着一个体重让我没什么压力的人在一块儿。快快坐，我显瘦了。天啊，你看我们单位又来人了，今天一定会赢的。好，不一定不。哎，干嘛那么气馁呢？上次你也2回都输了啊，今天一定会赢的。让他们赢吧，咱不能总这样，咱们得让一让。确实，对，我们今天不为了输赢，我们为了快乐，对不对？我们老友相聚，故事好不好笑重要吗？定个惩罚吧，哥。啊，你们输了的话，就我们几个合张影，你们每个人发微博说这几个人太牛。你们想要什么惩罚？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只要你说得出来。哎呦，那个完了，那就来一个跟蛇有关系的绕口令：伤敌1000，自损8000。放过咱们吧，哥哥。走吧，上班，加油呗！下面让我们热烈欢迎火星情报局副局长登场。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，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，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。开心！我向左，戴眼镜了，人都不知道你干嘛了。来吧！感谢地球友好单位优酷的大力支持啊！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、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、深睡能量满格的喜临门联合赞助播出。专注流感18年，累计守护亿万家庭。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。上一集我们德云社大获全胜之后，这回又要来挑战了。我是德云厂牌的烧饼孟可堂、杨翔、毛豆，说的不好，请原谅。好烂！毛豆在干嘛？这样一弄，整个肚子嘟一下出来了。我们脱口秀从来不整这些东西的。等一下，毛豆是什么时候加入的？我是毛豆，今年也是受到了严鹤翔老师的启发。他今年在另一档的脱口秀节目比赛比得非常好，我想我也是加入德云社，看能不能有绽放新的光彩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毛豆。你们在一块儿非常合适，有脱口秀跟相声嘛，脱相组合是不是啊？脱相类脱相声都有。来，你们聊吧，来。我发现相声演员站在这个舞台上真的是吃不开，因为我们很怕被打断。但是呢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然后呢？我总结了一宿啊，我发现我们的相声演员不应该呀。所以说我总结了一宿，作为相声演员来说呢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那是昨天说的。今天再说一遍啊，我们相声演员4门基本功课，说学逗唱样样不落，所以今天来应战，再跟你们战一回。好，有请向佐登场。向佐老师，他会突然给你来个，我看你像坏人，
别，我错。好的，那德云社厂牌已经介绍完了，这次我们火星厂牌也换了新的特工了。Yes， 对对，又来了，我们沈梦辰的乖乖来了。哎呀！海乖先生啊，我就是一个平凡的火星女婿而已啊。那个。因为真的很开心，因为上次那个来的时候，就是觉得这里是另外的一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可以畅所欲言，可以分享很多好玩的事情。外面的世界啥都不敢说，是吗？平时回家的时候就是各有各的好吧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平时对稿不是有 PD 吗？他的 PD 是沈梦辰啊。我敲开房门，然后他在跟沈梦辰打电话说：“乖，我这个怎么样，好不好笑？”哦，沈梦辰来判断。沈梦辰本人都没有这么努力在对稿过，那个真是为我付出了不少。为你付出了很多，哥。他故意在房门那个门口那让别人听见是吧？又可以。但今天特别开心，我又来了。海涛，那个上次没赢，这次咱们使劲儿啊！你也换个赛道来试。对，我也换个赛道了啊！这边还输，就说明都是你的问题，好吗？啊，好嘞，加油，加油！那么先请咱们杨迪副局长介绍一下规则啊。是的，我们每次会议呢，在场的每位特工都必须提一个我发现，观众都有唯一的一票投给你认为本次会议中最有梗、最好笑的特工。2个厂牌之中呢，所有特工的得分总和的平均分最高的一方，就可以获得本期厂牌大战的胜利啦。耶！好，反正今天怎么都是热闹了。那么我们2个一起宣布，火星情报局第7季。第七季，好了，来3、2、1，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7次会议现在开始。好，那还是有请我们火星情报局第1季一直录到现在，我们40岁的OG。可以说，我38，我都没说到你的名儿，你就往外冲。我要说那个就你，刘维来给我们提案一下，好不好？呀。今天我的提案，说实话，不是走那种搞笑挂的，我走的是那种温情挂的。好，大家想听温情的故事吗？我发现，总有人不会藏起我。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藏起我自己的人啊，因为我内心其实是一个特别不自信的男孩。自个儿是个收纳，然后自个儿弄自己。我哪儿？我没有，卡住自己，然后。但是像我们这种藏起来的人，有一个不好的毛病，就是我们可以藏，但是别人不能不找。就是我觉得我藏起来那是我的性格，但如果你不找，你们就不是我的朋友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往年过生日都是火星，很奇怪，8月31号，然后每次都是录火星的第1期，然后今年恰巧火星因为各种原因，你强调那个8月31号，就想让我们对明年你如果不发祝福的话，这就是藏起来露出的马脚。我有马脚，藏起来露出的马尾是更棒的，头多长，来，我没有马尾。然后呢，我很难得，因为我平时都是跟他们一起过嘛，然后我终于有机会跟我生活里真正的朋友一起过生日了。哇塞，真会说话！他说真正的朋友。哦，不是，没有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。请问谁不是你的朋友？走吧。哎，不是，我指的，不是，我指的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指的就是不是工作过程中的生日，不是工作过程中的朋友，明白，是生活里。明白了。哎呀，可以啊，哎呀，有毛病一样。我就觉得很开心，跟大家一起过生日嘛。然后后来呢，到了12点的时候，相信大家都有体验过，就是那种你自己完全假装不知道到12点，但是音乐就响起来了，都是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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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然后大家一起跟着唱，就是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，哎，然后好了，可以了，真没过生日。然后大家就纷纷的给予我很多的热情，可是啊，这首歌要放完了啊，这首歌要结束要ending了，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，没蛋糕，对啊，因为我的那个包房门都是一直开着的，所以我一直以为会有一个人笑脸盈盈的，就是蛋糕推进来哈，但是没有，结果拖地的，没有，也没有拖地了，就下班喽。
你们就租了2个小时哦？没有，然后因为那个音乐已经渐弱了，然后就是没有蛋糕，然后我那一刻我懵了，你知道吗？过生日站在中间没有蛋糕那一刻是很慌的，因为要点蜡烛许愿。对，要许愿嘛。赶紧切歌啊！风雨的洗礼，我从不去是生日。然后后来那首歌就又点了一遍，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同事刘超同事跑进来了，在我耳边这样，刘超，刘哥，我们定错日子，我们定明天了。真的，就那一刻我疯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更过分的来了，因为我的经纪人也在，然后我经纪人就知道没有订蛋糕，然后我经纪人就站起来说了一句让我真的是非常生气的话。啊，说什么？你别吃啊，你都胖成这个样了，你还搁这吃蛋糕啊？真的。他现在还是你的经纪人吗？还是。然后他拿出了一个打火机然后说你吹这个吧，防风打火机，吹不灭。然后不是防风，不是防风打火机，然后说祝我越来越火，然后我看着前面那奄奄一息的小火苗，我心里也很难表达我的。快把火苗给我点起来，快！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许了愿，哎，大家火苗还在，我吹一下它灭啊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许愿，前面一个打火机，我心想说，啊，希望我的今年可以吃到生日蛋糕。哇！然后整件事情我就告诉我自己没事儿，但是我坐下来了就开始嚎啕大哭。哎呦，难过。是真实的嚎啕大哭。就大家都在的时候，你嚎啕大哭。大家全在，我就这样。哇塞！为什么我没有蛋糕？哭得好有节奏啊！然后我第二天温暖的要来了啊，然后我第二天呢，我就收到了一条信息，欠费了啊！您的用户已停机，招商银行祝您生日快乐。闭嘴吧！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来自沈梦辰梦辰就跟我说海涛去哪儿了？他俩在一块儿。梦辰跟我说，宝贝，听说你大哭了，昨晚怎么了？我心想说都传到梦辰那儿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解释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梦辰二话没说，就拿手机拍所有的人，大家一起喊说：“祝刘维生日快乐！”那他们祝完你以后，你就问他我蛋糕呢？没有。然后因为我这个人是习惯性贬低自己人啊，然后我就跟梦辰说：“我说我不配。”我就觉得我自己是垃圾，我经常贬低自己。然后直到那一刻，沈梦辰跟我第一次人生当中发脾气啊，他说：“刘维，如果你再这样说，我就跟你绝交了。”他说：“如果你经常说自己是垃圾，你就真的变成垃圾了，而且还不知道怎么分配啊。”对啊，因为你不配当垃圾。因为梦辰就跟我说你知道吗？我的爸爸谁都不喜欢，就喜欢你，就喜欢你啊。哦，不是，咱有点乱。我媳妇儿，别难过。不是，我知道，等会儿你说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，悲伤的点在这儿呢。你说梦辰的爸爸该不会就是我的岳父吧？点你呢，岳父不喜欢你。哎呀，别了，因为那个他说爸爸是站在一个看才华的角度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越抹越黑。哎呦妈呀！还不如不说这句呢。爸爸，我也有才华。不是，但是也有一点，爸爸。哎，不是，没事了，再也不见了。今天结束。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爸爸，不是爸爸，沈爸爸是把你排除在外。他排除了我了。我们朝夕相处，昨天还给我做饭呢。哎呦！不是，他单抡的是火星，就是他可能就是在看火星的时候。哦，他在火星上只喜欢你，谁都不喜欢。好了，没完了。确实，因为沈梦辰就是用他的父亲来激励我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就算谁都不爱我，但是沈梦辰的爸爸一定爱我。哇！
我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，也许会发生在大家每个人的身上，但是我想表达的就是，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太妄自菲薄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上闪光的点，真的是。对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为了什么而藏起自己。那肯定的。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那个爱自己的人，同时不要藏起我。好，我想跟刘维说什么？因为刚才有一段刘维在否定自己的时候，其实我是真实的有点不舒服，我也真实的有点难过的，是因为我最开始比赛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刘维。因为刘维，他跳那些舞蹈，你看见？不是，哎呀，我口水。对，那个时候我就看那个《我行我秀》，然后就是刘维。刘维那时候演。看太阳发出第一的光芒，我已在街头游荡了这个晚上，是在寻找方向，还是消磨时光？哪里才是我的天堂？秀，哇，很厉害。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刘维，我就觉得就他行，那我也行。不是，哎，爸爸，师傅，不是，让我说啊，因为我真实的觉得，我看到了一个闪光的少年在那个舞台上，在绽放他的光芒。就对于我们一个观众来说，那个震撼是很大的，因为他本身能量就很大，所以那个时候就说，哦，这个就是一个明星的样子，这就是一个闪光的人的样子。所以你这个比赛结束，然后我也去参加比赛。然后你总决赛不就唱的洗刷刷吗？对，我唱大老师的洗刷刷。对，谢谢。然后我海选能晋级，我也唱了洗刷刷。你也唱洗刷刷呀？哇，哎，那孟晨的爸爸喜欢这首歌吗？其实我今年生日特别有感触啊，我是4月21号的生日，那顺便露一点马脚。然后那一天呢是这样，就是在那个月一开始，基本上所有的工作结束以后。都会有那个工作团队准备的生日蛋糕过生月，一开始1个2个挺新奇，到后面真的已经实在是不行，然后就好想自己就每天就想躲起来，就最不想吃的就是蛋糕了，真的想藏起来离蛋糕远一点。然后直到4月20日当天那一天，我说在期待说，哎，今天这个蛋糕或者在哪儿，哎，不一样了，没有了，因为工作一直没结束，那条 ID 反复录不过。当时现场就一直说，所以为难你。对，但是我一开始我完全不知道，然后他们就说咔说技术，因为我觉得我这边说挺好的呀，然后没事再继续，没事，然后一直心里我就心想着我，对，就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到身后，砰一下，他们后面就有那个放的礼花特别大，就那一次真的是我发现，就是也许你想躲着蛋糕，但是在那一刻，其实你心里还是期待着惊喜。凡尔赛是吧？就是说他过生日有礼花。听完一圈，你却是最可怜。其实我们身边其实像刘维这样的人，因为我跟刘维是同一天生日嘛。对，然后受一点伤啊，就会一直想是不是自个儿这点责任。如果你真的身边有这样的朋友，你要好好的关心他，是不是？让他感觉到更多的温暖，就能成为更好的朋友。刘维，你的蛋糕来了。今天真的假的？祝你生日快乐！我还以为你真的给我准备蛋糕呢。感谢刘维的分享，谢谢。下面是我们的烧饼带来的是一段什么样的体验呢？我发现，爱他就把他随口说的话放在心上。这个事情呢，是我跟我媳妇儿的一个小事情啊。今天穿的就是媳妇儿衣服吧？哎，对，小香风，把她的衣服穿在身上，把话放在心上。我跟我媳妇儿呢是这个朋友介绍认识的，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微信的网恋，然后呢就在上海录节目的时候呢，我们2个人就奔现了。对，然后呢。头一次见面呢，我们就约了一个烤肉店。当时我媳妇儿呢就随口说了一句：“哎呀，以后要是到北京啊，真要是跟你在一块儿了，没事干，开一家烤肉店也挺好的，也算有个营生嘛。”哇！然后他就随口这么一说，后来我们俩人就在一起了。那时候经常刷那个短视频，有一个综艺是带一堆孩子的综艺啊，《爸爸去哪儿》。对，带小孩的综艺。那阵我媳妇儿就特别喜欢用那个小孩的那个表情包。完了，我媳妇儿就说：“哎，我以后要有孩子能长成这样，太可爱了。”哎，我媳妇儿是随口一说，结果没过多长时间呢，就查出来怀孕了嘛。
烤肉店没开，孩子倒是有了。你觉得他在点你是吗？我那意思就是先有了开盲盒的事儿呢，留到出来的时候再说。后来生出来像那个像吗？像吗？要像他就完了，哥哥，就完了。没有，跟我长得特别像。那烧饼上面撒韭菜就绿了。然后呢，怀孕之后就在上海就见到我老丈人。头一天见我老丈人的时候呢，我自认为已经说相声说了好多年了，应该认识你，有一点点群众基础啊。哎，结果我老丈人不听相声，老丈人说我只看综艺，我喜欢刘维。又是刘维，所有老丈人都喜欢我，都喜欢刘维，老丈人杀手。那咱就踏踏实实聊吧。我就说啊，这个老丈人您放心，以后呢我好好对我媳妇儿。到了北京之后呢，争取我再好好奋斗2年，买房买车。当时我老丈人听完这句话呢，就敬了我一杯酒，拿过一杯啤酒来就泼我脸上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？这么严重？开玩笑吧？泼你，拿酒泼你啊？对，那变成酒饼了，哇！所以你为了回礼热情一点，拿热的开水泼水节呀，开始互相泼呀。是不是现在还没搞对象？哎，弟弟，我期待你跟你老丈人见面那一天。好，切磋，到时候。当时是因为闹了一个小乌龙，因为呢，我老丈人对我不了解，就问我媳妇儿说：“烧饼这孩子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？”然后我媳妇儿怕我老丈人瞧不起我们，就撒了一个谎，说烧饼现在在北京混得不错，有房有车。我说那个混2年混好了，我买房买车。我老丈人一听，说这不是骗子吗？了，对，他骗我闺女。当时一生气，就敬了我一杯。哦，这么敬的，那以后咱们敬酒省事儿了，就。互相撒啊！后来呢，这个误会呢就解释开了嘛，就是当时就聊得就很开心。然后呢，陆陆续续收拾东西就要回北京嘛，我们俩也领完证了。当时我就想，还没有跟人家求婚啊。虽然说我提前准备好了，这钻戒都买好了，但是你说我天天老陪着他，还是得有一点点意外的惊喜嘛。哦。然后呢，我也是定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烤肉店，然后呢就给我们介绍人打了一个电话，我说我陪我媳妇儿啊在外边忙活，我跑不开。我说你呀受累，帮我买这个999朵玫瑰啊。然后呢，我就赶上去这个厕所的间隙啊，从前台把这个玫瑰花一大捧抱在手里边，在这个烤肉店跟我媳妇儿求的婚啊，初见面的地方。对。哎呦，那这戒指当时是拿那个夹肉那夹子这么夹过去的，你拿一下，哎，太烫，很正式的从火里拿出来，够真心了吧？真金不怕火炼，戴太疼了哇！神经病，神经病。然后就说你能嫁给我吗？但是到现在啊，我媳妇儿都没同意啊，到现在都没回答，没同意。不是，孩子都生了，你说我愿意吗？同意了，但是现在也有一个遗憾，就是你看别人那个女孩被求婚的时候啊，都画得漂漂亮亮的，是吧？就她当时又戴着口罩，也没洗头，这个也没怎么捯饬，就觉得是个遗憾。然后我这人其实呢，不是说很有仪式感的一个人，我都是把事儿做在实事上。然后呢，我就在去年吧，我的一个朋友烤肉店要开连锁，我就投了一点钱，给我媳妇儿呢开了一个烤肉店。这很浪漫，很浪漫。对啊，就给他完成了一个梦想。希望大家有机会在北京的时候去我们开的这个烤肉店，请你们吃烤馒头片。耶！那我得敬你一杯了。又说饼哥真的是你对媳妇儿真太好了，对媳妇儿真的是很上心，在家里面听媳妇儿的话，兄弟们都看在眼里。俗话说得好，听媳妇儿的话，暖心又发家。那要是听美素佳儿奶农的话呢，那肯定是能拥有一个好奶
元。哎，这个我听过，人家美素加尔的牛都是自然鲜草放牧的，2255天吃的都是生长28天的15厘米高的黑麦草，因为他们坚持慢工出细活，才能产出天然蕴含活性乳脂因子群、免疫球蛋白、乳铁蛋白的好奶。哇，这么用心产好奶，那就把它送给对媳妇最上心的炳哥吧。好棒啊！哇哦！他说这个我也有一些，10几年前。我一哥们倍儿愣，因为他特别爱他的那个女朋友，然后第一回见老丈人的时候，因为他特别护着他女朋友，然后他老丈人跟他说：“哎呦，我这闺女以后交给你了，我这闺女有点不懂事儿啊，然后有点任性。”他说：“你不准这么说我女人。”后来还好吗？这个人太愣了，这人哇塞，太爱他了哈！你们会不会一句话记在心间？我觉得有的时候一句话就能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哦。就比如说有一次我那会儿刚毕业不久，然后有一个同学就出国嘛，他要出国我们就都送他，然后那会儿关系非常非常好，现在也不错啊，不用着重说明，这个越说越假啊。他就跟我说，我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见到你啊，第一件事要见到你。你得当空少哦，那得。飞进中国的领空就得看到他，我在你前面。那还行。当时是什么情况？当时他真的后来回国了，第一时间就去真的找我了。哦，那天还是个晚上，落地了之后打了一个车，我们家住农村。到那之后，恰巧我不在家啊，但是我父母在家，那会儿已经很晚了，都已经睡了。然后大门紧锁，他是翻墙进的院儿，凌晨3、4点了。因为农村嘛，大门锁了，小门就不会锁，他拉开门就进去了，屋里在喊：“老孟。”老孟，好吓人！老孟，完这时候效果出来了，我看你这不像好人！你是什么人呢？终于让我逮到你！因为我爸我妈就睡了嘛，那种熟睡的状态，哇，他就摸到卧室了，然后进屋，啪，把灯就开了。我爸我妈在炕上这么躺着嘛，因为他们睡觉头冲外那种炕嘛，头冲外，他说老孟，脸就是两个人是这样侧，两个人躺在那儿，然后睁开眼睛，他这两个人六目相对，他当你爸，他装你爸，还占便宜，六目相对。老孟，没有，当时躺着是叔叔阿姨，妈妈一只手，爸爸一只手，来，老孟，1、2、3，棒！哎，再一堵还来个嗨翻，那就不是向左了，那是向左和向右。然后就我爸我妈就醒了嘛，然后我也不在家，就是他就睡在我们家睡了一宿，第2天就走了嘛。后来就又出国了，也没见着我，没见着。然后后来，但是他完成了他的承诺，对他完成了他的承诺。回国第一件事就是去你家，但是见不着就走。对，反正我见不见到你，反正我做了这件事儿，我到你家去见你。反正见着老孟啊，老孟见着了。没错啊。因为生活中有时候随口说的一句话，你的爱人或者你的朋友都会放在心上。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跟朋友玩，他说我帮你点了西瓜汁，因为你上次说过你喜欢喝西瓜汁，那一刻你甚至都不记得你在他面前说过这句话，这种惊喜反而让我们会特别感动，你就会觉得哇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乎你。所以就是如果你们身边有那种你随口说的一句话他都能记得的朋友，真的要好好珍惜他。希望大家身边都有这种人，好不好？那我给那个我们照明一个电吧，我觉得得这样的爱情故事值得称赞，好嘞，谢谢。耶！接下来到了我们杜海涛，海涛老师来了。那个希望这段我岳父能看见啊。没有，我发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浪漫内核。你最浪漫了，好浪漫呐！记得我有一次就跟孟晨做了一个什么浪漫的事儿呢？我们一起去吃饭。好浪漫啊！哇，好浪漫！去吃饭，好浪漫。然后我拉着他的手，哇，好浪漫，好浪漫！拉媳妇儿的手不容易。然后我在前面，他跟在我的身后。
然后我们坐在那个凳子上是面对面的。哇，太浪漫了。我们那天点的是那个缩边鱼，哇，一起缩那个鱼的边儿，哇，好棒啊！这个一般。你很浪啊，你不只干过好多事儿了吧？你能不能把话说完？慢。你很浪啊。然后那天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？就实际上我是买单了。但是我走的时候，拉着他的手往前走，已经走了很久了。然后我跟他说：“我跟你说一个事儿，我刚才没买单。”哇！谁说喂，那个警察局吗？当场报警。对呀。他说为啥？我说酷不酷？我想跟你做一件浪漫的事儿。这浪漫吗？这哪儿酷啊？他说乖，你本来在网上口碑就一般，你别干这事。不是，你好像把这个事儿都做错了。人家影视剧里面是这样。我们两个现在数到3、2、1，一起冲出去。私奔！哇塞，你得跟人家说清楚，没有那种出去以后我刚没买单，哪里浪漫了？有毛病啊！我发现咱俩差不多，不太会浪漫。我那事儿也干错了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他我开了一烤肉店？就应该到那家烤肉店吃完烤肉，店是你的了，走；店是你的了，走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进入正题了。哇塞，还没进啊，挺慢的哈，就是说进正题，浪漫是这个慢哈。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人，谁？我不知道杜数大家认识吗？杜数就是说配眼镜那个度数是吧？要看多少度？我听过杜甫和朴树，不知道杜数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杜数是谁啊？杜数他是当代的浪漫主义诗人。哇，他的诗歌呢，充满了对自然、对人生、对理想的热爱和追求。哇，会用这样的方式记录生活里面的浪漫，展现出了超凡脱俗的诗人气质。哇，好想认识啊他。Amazing！ 哇，捧这么高吗？这是谁呀？谁呀？你们公司新人？正式在下，正式在下。哎！都走了吗？那我从这边走了啊，拜拜。咱们一队的啊。又赢了！哎呀，德云社也太好赢了，他刚垫一下都走了。大家别着急走，我现在就步入正题。我期待半天。那你为什么要写这个诗啊？因为那个时候出差就总是见不着，然后见着了之后就又要分开，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总要分开？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分开，不断的在分开，然后我就是想写这个东西。真好，真好。是这样，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呀。行，我希望就是我脚尖到这儿的音乐就来，好吧？想他，朱古力舒芙蕾是甜的，西瓜芯儿是甜的。糍粑粑是甜的，想他也是。哦，想他是甜的啊。樟树港是辣的，酱香型是辣的，芥末很冲，冲到脑子里是，我想你了。啊，这一段眼睛也是辣的，这一段。结果是土味情话呀！写这首诗的时候应该没在一块儿啊。对，在一块儿就挨打了。来，是这样，我看看下一篇吧，好吧？来，因为毕竟手里还有好多呢。接下来呢，看哪位小朋友想先来展示一下呀？就是说读你的诗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这边不错。我看看这边呢。那既然大家这么踊跃，那我们先让孟鹤堂同学先来给我们读一下。我大大的一个吊凳。来了。谢哲是谁呀？谢哲，这个会不会念折射？这个，哥，你找他找错了，他有阅读恐惧。折射没有关系，今天我就要克服这个阅读恐惧。哇，这么长的诗，好长啊，朋友们！好长。大家看那个整个这篇的最后一行啊，我写的这个日期是2021年的12月2号。就是对折，哎，对，因为那一天大家其实都在发，就是东西是对称的，然后我就根据这个感受，我就想写这首诗。折射，知道。啊，我看到的我，不是我眼中的我。哇，瞎子。我看到的我，不是
你眼中的我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到的你，不是你眼中的你，而你看到的你，不是我眼中的你。哇，罗圈话就到这儿了吧？我看到的你，不是你眼中的我；你看到的我，不是你眼中的你。折射会让物质发散，铺满天，这字念什么？天际，天际，天际，铺满天际，映出完美的天真。失真，你要是实在看不见，那也有，好吧？那是有啊，就剩3句了，你给我坚持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光在物质的传导下产生碰撞，这是受控的，也是失控的。它应该叫折射吗？这个叫睁眼瞎呀。不是哥，我突然想到有一首 rap 啊，我是你，你是我，我是你，我是谁？你是我，我是我，你是我，他是谁？哇，潘玮柏，潘玮柏，有的时候艺术之间会有一些这种雷同的碰撞。哥，前面这10句特像俩酒蒙子喝多了。我说你看到我是你眼中的我，你眼中的你，我眼中的你可不是你眼中的我。那个，不是你信3哥？醒了没？那你为什么要写这个诗啊？当时，实际上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其实真的就是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认识的我也不是真实的，我们认识的身边的人其实也不是他理解的样子。然后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，但里面没有看出来是这个。这个感觉特别像骗姑娘用的那种方式啊。没关系，现在刚刚只过去了1半而已，有关系。来，接下来下一篇，让我们看看哪位小朋友。我行，我能念，我能念。既然大家这么踊跃的话，皇子你来一个。哎，好嘞，没问题。叫我和，哇，就这么多。哎，好，你是爱我的。好好读啊！从我懂事以来，这条河就陪着我一起长大。这条小河滋养了田地，也哺育了我。哇，这好，就这么点儿呢？这好。我先说一下这篇为什么写的这么少呢？对呀，写不下去。这篇呢，我其实很想跟大家一起就是共同创作完啊，因为这篇呢是我写给何老师的。这个其实是何老师过生日的时候我想写啊，但是真正想写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情绪涌入了之后，你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去下笔了。是。但我觉得今天很开心，既然跟大家有这个缘分，懂了。这个环节叫你行你来。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，因为那个明年呢，就是我也会出一本自己的散文集。哇，真的吗？有勇气，有勇气。就这篇，如果大家好好创作的话，我很有可能我会好好的考虑考虑。然后收录进去，咱们好好跟你谈谈价格的分成。那一人一句嘛，那我先来。这条小河滋养了田地，也抚育了我。这条河还在原地，而我已经改道了。怎么样？就你已经往外面去漂泊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改道了，他改道了。他改到了东北，改到了广州，高铁呀，改到了深圳，每一个角落遍布着小河。啊，你坐下吧，好吧。哦，谁有感觉谁来啊！现在创作激情都在了。我也想努力的成为这条小河，滋养属于我的那个我。有一点他第一个诗的意思了。我懂，因为你眼中的你不是真实的你。这句诗一看就受到杜叔的影响，一看就是杜叔的书迷。那你要这样的，我接不了了。来，我帮你顺一句。
你按发挥啊，按传统诗歌。哦，我看错了，那不适合，不适合。接。哎呀，对，因为这个时候确实需要是一个这样的情绪节奏。不，我看错了，那不是河，那不是一条小河，那是一条大河。哎，我来接一句，我接，不适合，我可以让所有的不适合都变得适合。可以吧？快点，还有谁？快，又来了！适合不适合，为何，人生有几何？还是可以的。哎，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听不懂，但是感觉很有诗意，而且还有一种就是我听不懂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艺术是什么？只有你不懂，没有我错了。来收个尾。哎，这位兄弟还想来一句。哎，收尾是，就像我们杜叔老师的诗一样，我们要特别的美，情感特别的朴素。这一段是诗吗？你在干嘛？你送祝福来了？你算。没到这个收尾呢，我是诗还差一句收尾，你不用点过。大老师咋办？现在要收个尾了。哦，但是有何老师的点应该是最后这样的，他是什么何？你不说我不说，他会心里永远想着我。是不是何老师这样一个人？他就会默默在你最需要的地方，然后他也不会告诉你。我才知道，哇，海涛湿气很重啊，知人的感觉湿气很重啊，这个人。我失态都有点牙印儿。我最后收个尾吧，就我虽然唱跳都不太行，但是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执念，很期待说他如果变成一个音乐作品会是什么样的。真的很幸运是，我也会找一个朋友。我说有没有可能把我写的这些东西凑出一首歌来？那个朋友不会就是你自己吧？是杜树老师，他有很多分身啊。写诗的是杜树，做音乐的是杜鹃花啊，不是，是我另外一个就做音乐的啊。然后我就发几篇，然后给他，然后他真的就是帮我写了一首歌出来。哇！哎，能放吗？在这儿？那既然大家这么有热情哎呦，别，哎呦，今天。这么多歌手在这儿，我这不献丑了？哎呀，别，我们有一个常用的互动啊！不来了，哎呀，不来了，来一个哥，哎呀，不来了。这首歌叫《年糕与藕》，来了啊！深情的男人。我总是习惯走路，总是习惯一个人。哇，这么好听的。总是喜欢游荡，一次游荡。我不需要目的，也不想有意义。我不想看手机，此刻不需要有记忆。折射会让物质发散，铺满天际，映出完美的花瓣。光在物质的传导产生多巴胺，这是受控答案，也是失控答案。来到有风的地方，需要花上一段时间修补身上受的伤学着给自己放松，而不是放假，才有时间感受属于自己的当下。还是不习惯自己一个人独处，车外打伞的人像岛屿在漂浮，恍如梦境在凌晨3点的马路，听着雨点的声音让我麻木。这一天等待了很久，历历在目，既紧张又疑惑，还有点发怵。治愈会让人流泪，但不会哭。这游戏我不关机就不会输。我总是习惯走路，总是习惯一个人。我总是喜欢游荡，一次游荡一座城。我不需要目的，也不想有意义。我不想看手机，此刻不需要有记忆。好好听啊！好听。因为我这里面所有的词全是我写的。谢。来，帮我带给杜树。对，我是杜树的迷。谢。厉害！真的很好听，而且就是很有点感动。谢。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儿：地球人离不开浪漫，因为
它能带来幸福感和满足感。地球宝宝也离不开美素佳儿，因为它有高活营养的好奶源。为了让自家牛牛幸福的产奶啊，给牛牛喂的都是生长28天、长到15厘米高的黑麦草，让牛牛草木慢养2255天。美素佳儿的牛牛生活的如此幸福，自然能产出蕴含活性乳脂因子群、免疫球蛋白、乳铁蛋白的好奶。好。来，我们开始聊浪漫的事。皇子呢？皇子，其实说到浪漫的事情，我觉得其实就学生时代嘛，就是追女生的时候的这种浪漫啊！你还追过女生？你小心一点啊！帮，在玩火？没有，专业僚机帮同学追女生。哦，在小男生的脑海中呢，就认为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自己喜欢的人，这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。一直给他送男装、送男鞋，神经病，一直送男鞋也是可以了。没有，我们就是晚上因为住校嘛，下了自习以后，我们食堂阿姨会有加班给我们做点宵夜啊。那会儿呢，其实包子是做的最好吃的，馅儿好吃。对，没错。当时呢，我们就是很喜欢买包子嘛。然后那天那个同学就跟我说，这张卡给你，你把那剩下的包子包了，我们把包子包了。当时进去，哇，拿到那张卡的时候太帅了，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去了以后说要把所有包子全买那种感觉。哇，就是排在你后面的同学都投来那种就想杀了你的这种眼神。就是你要给女生送好多包子。对，就是因为等一下同时追60个女生嘛，要把包子包下来。没有，就是觉得说都给她吃，然后就是显得就是好像很帅。哇塞，那个女生是毛豆吗？然后买完了以后，哇，当时那个阿姨也是盯的那个眼神。Are you sure？ 哇，然后就刷了，没关系，啪刷完了以后，那卖完了嘛，全部在我这儿。然后拿着那个包子，哇，就走过去啊，然后就给人家放在桌子上，就说是都是送他的，转身就走了。应该没追到吧？确实是他没追到，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在后面我还了解到一个事情啊，原来在剩下的那几年学校时光，那个女生一直以为我们是傻子。就是我们以为的画面是那种，就是端着包子过去，哇，爆帅。结果在他们的眼里，我们是那种，但是我是觉得说，无论是什么时候，把自己喜欢的那一份分享给自己喜欢的人，这种也算是一种浪漫。但确实有的时候也不太合适。现在这个同学追女孩还推包子吗？现在他去开了那个烧烤店。来，我们听点那种浪漫的。莫唐有一个是不是很浪漫的那种举措？不能说是浪漫吧，也是伪浪漫。伪浪漫。上学的时候呢，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浪漫，追女生都其实一个统一的办法，就是把哥们儿们都聚到一起，我今天要跟他表白。哎，对，有，就是一块儿跟哥们儿说啊，哥们儿，哎，帮我怎样，开始布置任务，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，我们就开始给他布置啊。他的方案是什么呢？我们买了很多的礼花，追着女孩放，一把加特林啊！他的意思是我们去踩点找到一个小区，那个小区呢是一个方形的这么一个楼，然后他那个门是那个拱形的门，就是进去嘛。它是一个小区的中间是一个回家的小区，是不是谁的家都不是，就是找到那么一个场地布置现场，然后我们几个角都是有那个点的炮仗的，然后他在中间摆了一个心，然后点的鞭炮是吗？用鞭炮摆了一个爱心，一点燃。来不及跑，那个都，那个真是扎心了。那个男生站在中间，是站在爱心中间，是吧？是这意思？对。然后他那个楼是带外阳台嘛，我班的其他女孩把那个女孩领到那个3楼的阳台，往下看。对，然后呢一喊口令，咔一放，砰砰砰砰，然后我的同学在下面喊啊谁谁谁，我喜欢你啊，想得很美好，想得非常的美好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布置了，炸点什么都布置完了，炸点，烟花点，就看女同学从那个门洞子里进来，然后就还有人蒙着眼睛，哎呀，真是干嘛呀？把我带到这儿来，从学校里面带出来的，但是干什么呀？然后就上楼，然后说你先别看，你先看，然后下面就开始，那个男孩抱着一束花，就站在下面，放，我们是开始放，然后蒙着那个女孩的眼睛，那个人就打开了，看，腾，打他脸上了。
没有打他脸上。你知道10点多那个老楼，就是老头老太太都已经睡觉了啊。然后那个筒子楼，它是4外圈4个面的都是楼，像个山谷一样。腾，那个声音就像一个巨大的音响，你知道吗？就像爆炸了一样，砰啪，隔壁爆破队来了，以为整个楼道那个声控灯，整个啪一下就全亮了。住家的那个灯就星星点点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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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开始亮了，家家户户都起来了。那个男孩还没喊的那边这。我说你要什么？我看你就不像好人。还有人往下冲，就开始骂得很惨很惨烈的。你当时跑了吗？跑了吗？当然第一时间跑的。而且那个女孩当时在3楼，因为她来不及跑了，只能假装也是住那的，跟着一起骂。然后我们就像老鼠一样4窜，哗就开始跑了。就跑了之后，跑得很远，还听那边嘡啪嘡，还在响。那个女孩就觉得这一帮人确实神经病，就是一帮傻子。那女没有答应他啊，这确实很难答应。说到浪漫，我跟大家讲，其实中国人的那种父母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含蓄的。哎，就过春节的时候，全家一起坐在那儿看春晚，有的时候会演一种那种小品，就夫妻恩爱的。演完以后，主持人就会说：“那么，亲爱的朋友们。”这个时候，请把你的目光投向你身边的这位，哇哦，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说一声你辛苦了。一般这种时候，一回头，我爸，我出去抽根烟。真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面对那样的场景，就无法进行这种浪漫。我妈就是那种追着，杨同学快点，然后就是一个往外抽烟，一个要去抱。我爸，我烫死你！哦，没有，后面没有。后面没有了，太夸张了，你爸太吓人了。你像海涛，其实他总是在写一些浪漫的歌，还有刚才那个诗也是给孟晨的，是吧？之前我看了一句话，我觉得那句话特别靠谱。大家总是觉得这个爱情是遇见的，就是我遇见了你，才我叫我爱你。但是人家说的是这个恋爱啊是遇见的，但是爱情是养成的，它不是一步达成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对自个儿爱的人要多做一些爱的事情，让我们的爱情更加的美满丰富啊。我发现地球妈妈都是高标准，对健康、对教育。我说的是宝宝口粮的高标准，选奶粉一定要高活乳源，源自荷兰自家牧场的美素佳儿，鲜草放牧，草木慢养，好草养好牛，才能产出蕴含更高活性营养的好奶源。美素佳儿高活乳源，自然天成。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、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、深睡能量满格的喜临门赞助播出。专注流感18年，累计守护亿万家庭。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。本节目由超丝滑的德芙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高能守护笑字有光的高露洁赞助播出。那现在咱们叫的是孟和汤。所以到我了，朋友们，我发现，先起范儿。我发现地球人和好朋友们在一起就会降智。一堆哥们儿就变傻子。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，就是有的时候会跟那个朋友一块儿装傻子，给人送包子。姐姐，你吃肉吗？是，也没有你那么傻吧，腿也不好使了。你的包子来了。我没有装傻子，他是真傻子。那对不起，我对不起。就是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你就会解放天性，故意降智，就会故意这样子。哦，故意降智，买单？什么是买单？谁买单？这太故意了。宝宝，我逃单了。但是有的时候那种降智也是真的降智。不是你装出来的，因为比如说我们一块儿咱们住宿舍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景区，在南京演出，有一个景区，那个景区那个石板路，我们低着头走会发现那个石板路上会写很多的字儿，但是你看不清是被磨掉的，但是你要仔细看，有些字还能追寻到很多信息，就是某某某人的墓碑。
哇，那吉利嘛，这是真的。然后我们就听到了有人说，就是这个墓碑上写着一个我们相声演员的名字，叫朱鹤松。真的呀？真的就在那个景区那里面。哦，我说那我们就出去找一找，正好吃饭嘛。然后我们那个景区人很多很多的，人挤人，人挨人，就看我们一帮相声演员都在这儿。朱鹤松。哇，你们的肢体哇，1万多人跟着你们一块儿都是这样，说这个公园流程这个姿势走道啊，这是一个花滑队是吧？哇，这是一个潮流，新的潮流，哇，练起来了，新的潮流。在哪呢？为什么要开始？为什么呀？压弯，整个开始绕，哇塞！为什么呀？什么呀？鞋带压开了，什么鬼？然后找着就发现，哎。城墙上也有啊，墙上也有，但是很高，大概3米多高吧。但是它那个城墙是那个砖，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的空隙，这能攀岩，你能爬上去。哇塞啊！然后我们就开始往上爬啊，很费劲，3米多高，你想爬上去还是很危险的。好疯啊，危险！一个人往上爬，所有人都在下边等着。哎，写的什么呀？写的什么？快告诉我！咔，爬上去，我看到了，写的什么？快说呀！快告诉我，写的什么呀？写的什么？快说呀！禁止攀爬。包袱响了，神经病一样。你都是成年人了，都30多岁了，就搞这种低智商的游戏，加上点8+1那种效果，真是翻倍的效果。我们那次也是在那个景区嘛，我们住一个宿舍，这景区真热闹。那天就是来了点8+1，我们几个就是微醺的状态进到了。又来一傻子，我哪儿能碰见他呀？哥，这一趴不是傻子，你看见的，对，不是我看见的你。到了那个景区之后呢，很多那个商店晚上是没有人的，商店前面摆了很多石狮子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上面就是那种状态，一进景区，哎，今天哥哥给你们看看什么叫绝对力量。找了一个石狮子，石狮子脸朝里了，啊！哇！人家早上来开门，他门口的狮子都是这样的啊！什么哦？对，他一燃起来，我们就也是8+1状态嘛，也都燃起来了。开始，整个街区开始，你看一帮人在这搬石狮子，这边，没有一个人搬得动的。炳哥，我来，走你！我走你！各个石狮全不一样，有的石狮子是冲这头，有的脸对脸，还有背对背的。哇塞，可以，拼出一个男团的那个姿势最后。确实很猛啊！那天就是燃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晚上，因为景区里没有什么人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就是我们自己不敢来，真的那就燃起来。别去，那边有几个疯子在搬狮子。不是我发现你们这个湿气也挺重啊，湿气很重，湿气。当天大家就都燃起来了嘛，燃起来在那个景区里面就开始嚎起来了，哇！就好，其实很奇怪。狼人，我们发现自己很吵，但是你发现还有更吵的，就是蛤蟆叫，生态好，全是蛤蟆。那有一条河，蛤蟆就开始叫，然后接下来我就跟蛤蟆干起来了。你跟蛤蟆叫板，哎，很多蛤蟆在那里边吵，呱呱呱呱呱，我别说了，哇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我哥在搬石狮子，你们没看见吗？就跟蛤蟆喊一晚上啊，跟蛤蟆喊哑了，然后就回去睡觉了嘛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就发现那个景区里面那个河里面根本就不是真蛤蟆，假蛤，是那个电动的蛤蟆声。我们跟电动的蛤蟆吵了一宿。然后你出来发现这个事情了吗？还发现一个事情，很多工作人员在复位石狮子。4、5个工人挪不动一个石狮子，我们一看这种状态，那不行啊，肯定是要帮着复位的嘛。炳哥一马当先过来，来躲开，自己一个人开始复位，
他没有点8+1，他来不动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第二天5、6个人才把那些狮子都复位好啊！所以说呢，能有这样陪着你一起疯的朋友，真的很可贵。但是也没必要去跟蛤蟆较劲。所以说，我还是觉得各位相声演员老师们的这个段子非常的精彩，因为我呢一直特别喜欢听老师们的贯口啊，因为非常的佩服。所以说呢，我拉着维维哥一起准备了一段，你们要不要来听一听？哇，感受一下，来聆听好。想那舞台灯光耀，喜临门床垫少不了。闭眼片刻入梦乡，好似仙舟水上漂。烦恼疲惫全赶跑，周公立马来相邀。醒来后，哇，那精神抖擞似骄阳，眼睛放光锐气冒，头脑清晰灵感爆，提案状态嗖的就拉高。喜临门床垫，各位赶紧安排上。哇，厉害！但就是那个货不像说相声了啊，货不像哈。你来一块啊，说相声怎么货啊？1、2、3，货！这味儿正。一堆男生在一起的时候，真的是容易降智啊，这是肯定的。我们之前录一个节目是跟那个魏晨、鹿晗，还有我们几个人在一块儿录一个节目，叫《我们上学了》那个校园的那个 A 娜姐他们。然后我们一块儿住在一个宿舍里，不管您是多红的一个偶像，只要是宿舍在一块儿，就会觉得男生在一块儿要干点什么事儿了，那种降智的感觉。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屋子里头有一个可以开关灯那个开关，然后屋子里头有6个男生吧，没人想动那个开关，都不想关灯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设想是这样，做一根特别长的棍儿。超级长的棍儿，然后只要鹿晗在后边这么着，啪一捅，然后这样我们就关了。然后后来我们就一天到晚的在那个校园里头去捡棍儿。感觉你这个的时间比这个久多了。但是就是要一起做这件事儿。他只要足够的无聊就要去做它，因为它够好玩啊。对，是的。校园时候经常干一些特别无聊的，像我们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上早自习嘛，就跟同学在一块儿，然后我们就故意喜欢在读英文里面搞事情。我们那个班主任他姓范，四川话管他叫 fatter， 饭头儿 fatter， 我们就 ample Fanta， 就故意把他的名字说在里面，但是他听不出来。因为他体育老师，他觉得大家在读英文，我们就觉得很爽，很有意思。后来有一次呢，就是范老师那次请假没来。是帅丽红老师，我们的语文老师来当那天晨读。他好了，我讲完了，你们读吧。我们那同学，帅丽红，帅丽你在说什么？出来，就很傻。我有一个和我的初中同桌的故事。我就上课的时候，我在那个最后一排跟他2个人，因为我们2个人都很高，我也没有瘦到哪里去，只比他瘦一点而已。对，老师前面板书，板书，我本来是坐着的。我说你敢不敢？就趁老师写黑板的瞬间，狼来，那个老狼几点了？是不是那个？对，老师在板书，老师在板书，好，老师在板书，直接踢在后边了。神经病，都到后面了已经。哇，刚才咱们几个好像那个石狮子呀，那个石狮子摆成那个石狮子。老师其实不知道是谁在发出这种莫名其妙的动静，但知道有动静，对，他就觉得很烦。一回头，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，哇，闹匪了是吗？我看到你了，出来，我知道你在这儿。对，出来，你看到的我不是我，不是我。然后呢，他看老师就是耳朵比较灵敏，他以为被发现了，他说不行，你有本事再来一遍。我又来了一下，又来一下。我要是他同班同学，就把他椅子撤掉。不是。然后这个时候精彩来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到这一幕的。哇塞，听听。我是事不过2，我已经来过2遍了。哇塞，得到你了，因为他人比较胖。所以从侧面看的话，是需要比我宽很多的。当时那个课桌呢，它是2个连在一起的一横条那个木桌子啊。于是乎，他站起来那一瞬间，啪，桌子跟椅子炸开了啊！炸开了，前后炸开了。然后，重点是什么？
重点是坐他前面那个学生太可怜了，本来就瘦别人，本来就挤得不行了，你知道吧？他一站，我看了3回了。粉笔，哇哦！前面那个同学要是不张嘴还好，老师扔偏嘛就扔偏了，他张嘴了，投币了啊，进了。等一下，当时全班都笑开了，我也没忍住。哎呦啊！你吓死我！给严老师吓得捂心脏都捂右边了，都已经。对，是对不起。大家都在笑嘛，但是我那笑声实在是太出众了。那是。班主任写了会板书，想气不过，回头。自家伙，你站起来！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也滚出去！所以说呢，有时候就是说，像平时生活之中，因为社会老需要我们精明，工作的时候老需要我们感觉特别厉害一样。我们只有面对自个儿亲的人的时候，才愿意放下这些心思一起犯傻，这是非常珍贵的一种感情。希望各位平时多一些犯傻的时光，跟朋友们多一些融洽的时光，好吗？谢谢各位。对，那么我们进程过半，我们一起休息一下，准备下半场的现场表现。